时隔10年，那个曾经执着于现在大家越来越不爱社交了，了解一个人很难，想遇见有趣的灵魂就上搜，和懂你的人聊天更合拍。用群聊派对和大家一起连麦聊天，沉浸唱 K， 在兴趣群组里和追剧搭子畅聊剧情，自在表达。灵魂匹配能帮你找到灵魂契合的人，你们的灵魂匹配度可能高达97%。兴趣和三观一致的人更容易在搜上相遇。为了避免恐慌，航天局决定先隐瞒事实的真相，可还是晚了一步。胖子已经提前将其公之于众，很快整个社会都陷入了混乱，人们开始疯狂囤积物资，大批市民则选择逃离城市，而烧杀抢掠事件更是频发。在这一刻，人类文明即将迎来前所未有的挑战。这时男主终于幡然醒悟，于是他火速找到清洁工商量对策。此刻随着月球逐渐靠近，滔天的海浪开始席卷向沿岸城市，所到之处摧枯拉朽，人类引以为傲的钢铁丛林在大自然面前简直不堪一击。男主两人侥幸于灾难中生还，可转眼就被一群全副武装的士兵找上门来。原来在2天前，宇航局通过传回的影像发现，在月球表面有着一个深不见底的坑洞，或许这就是造成这一切灾难的源头。于是美国与欧洲联合组建了一支航天小队，奔赴到月球黑洞一探究竟。他们先是释放探测器进入黑洞内部探查，可诡异的是，探测器在下降到25000米突然开始急速上升，而就在下一秒，一团庞大的粒子物质破洞而出，朝着宇航员的飞船就冲了过去。在遥远的月球表面，一团黑雾突然破洞而出，下一秒，整个航天器都被包裹其中。紧接着，黑雾直接刺进了宇航员的头盔，尖叫与无助充斥着整个太空舱。很快，3名宇航员全部遇难，飞船也与地表失去了联系。随之，一场毁天灭地的浩劫迅速席卷全球。首先，沿海城市爆发洪水，大部分建筑物瞬间被吞噬。接着，地震也变得无处不在，海水也随之逆流而上。紧接着，无数的陨石从天而降，每一颗都如同核弹般砸向地球。而造成这一切的罪魁祸首，正是那袭击了宇航员的粒子物质。在得知问题的严重性后，男主当仁不让，决定进入太空为全人类博得一线生机。军方为他找来了最后一架航天器，以及一枚200万吨当量的核弹，他们准备一举将粒子物质摧毁。然而，就当一切准备就绪时，月球的靠近却导致地球潮汐飙升，数条水龙卷直冲云霄。千钧一发之际，男主果断启动了航天器，可转眼就被滔天的海啸吞噬。就在人们绝望之时，航天器再次突破重围，从漫天的海浪中破影而出。虽然一路上危机重重，但好在他们借助月球的引力，最终成功进入到地球上空的轨道。随即在为航天器补充完燃料后，3人便火速前往月球调查深坑的秘密。然而因为地月引力的作用，月球的表面已是分崩离析，他们小心翼翼地在陨石间穿行，但航天器的尾翼还是不幸被陨石撞了，稍有不慎，所有人都会落个机毁人亡。但为了全人类的命运，他们还是义无反顾地来到了黑洞上方。接着男主释放携带核弹的登陆舱，以此吸引粒子物质靠近。随后他们驾驶航天器停靠在远处，将所有电源关闭，静等粒子物质上钩。男主则随时准备引爆核弹。果不其然，很快粒子物质就跑了出来，但他似乎是觉察到危险，始终没有向着核弹靠近，反而转身冲向了航天器。就在下一秒，一张血盆大口瞬间将航天器淹没。关键时刻，男主果断砸毁了引爆器，粒子物也随之停了下来，接着转身向着黑洞退去。原来引爆器的波动也会吸引粒子物的注意。虽然3人死里逃生，但计划也失败了。此时他们又从女主口中得知，2个小时后，军方决定不惜一切代价，利用核弹摧毁坠落的月球。但若是这样，
核辐射同样也会让人类文明不复存在。于是为了全人类的命运，三人决定做最后的殊死一搏。他们驾驶着航天器，小心翼翼驶向了黑洞深处。不知航行了多久，眼前一幕又让他们惊掉了下巴。在月球内部竟有个自行运转的陀螺系统，其核心居然是颗白矮星。这也证明了月球很可能就是高等文明的产物。而随着他们的继续深入，里面居然还有着农田以及人类居住过的痕迹。而这一发现也彻底颠覆了人类对月球的认知。然而他们来不及多想，因为在那不远处，粒子物质又开始了转。可男主却选择了相信他。为了感谢男主的知遇之恩，他毅然决然地与船舱分离，携带核弹冲向了粒子物质。就当货舱被彻底吞噬的同时，伴随着剧烈的轰鸣声响起，粒子物质彻底灰飞烟灭。而在强大冲击波的推动下，两人转眼就来到了地球上空。人类登月成了再简单不过的事情，但此刻一切都已经不一样了。珠峰在月球的挤压下瞬间分崩离析，弱小的人类更是避无可避。然而随着粒子物质被摧毁，月球开始缓缓向着既定轨道返回，将要继续履行它保护地球的使命，而人类则又一次成功完成了自我救赎。